生物国防军事，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海军某军港的航拍。您看，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停船场呢？整齐划一停放着的大大小小的各型舰船，都是这个大队的。我们的记者还了解到，这支勤务船大队既有国产远洋综合补给舰这样的万吨大舰，也有登陆舰、国产新型医疗船、游船、水船、运输船等各型1000吨艇，还有拖船、消磁船、遥控靶船等100吨小船。不仅数量多、型号多，任务更多。1年365天，从来没有淡季。他们牢牢守住南海前沿补给生命线，先后完成了8批次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也门撤侨、出访南亚3国和欧洲4国。好，我们的记者林泉马上带您上船打卡。平常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对于身处汪洋大海当中的一座孤岛来说，他们最缺的和最不缺的资源都是水，而他们所最缺的资源就是我们脚下的深舱里面注满的可以饮用的淡水资源。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淡水运输船南水978船的中段甲板，每一个舱口对应的是一个深舱的独立空间，主要担负我国海岛级舰艇部队的淡水运输补给任务。那可以想象，如果说一个岛上面只有几百位居民的话，这一船水运过去可以够他们几个月使用了。现在我们是在南运831船的前甲板，在我们身旁呢，战士们正在把下一层舱室的这个盖板吊到上面来，他们要对内部的空间进行一些维护保养，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任务。这是一艘客货运输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只是这一层，包括后舱，还有整个底舱，大量空间都可以来装运人员和物资。在海军队伍当中，登陆舰是以山来命名的。那现在我就在舷号990的登陆舰金城山舰的坦克大舱当中，这里的空间有多大呢？来，我们把画面拉开，您的感受就会更加具体一些。但其实啊，在登陆舰当中，它的空间也并不算大的，因为它吨位比较小，到今年已经入列将近30年的时间。后起之秀可以说是雨后春笋一般，但其实老将还依旧神勇。在联合作战任务当中，他还可以来担负登陆运输的任务，也可以参与海上搜救、抢点救灾等重任。这艘船看身形大小，但在这个码头里也是不起眼的。但是外面广阔世界里的那些大型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导弹艇等等，看到它都得笑着说一声谢谢，因为这艘船的使命任务就是保障那些大型舰船它们的安全。这是南勤205消磁船，这里是消磁必用的电缆间的位置它的使命任务呢是可以帮助那些舰船进行磁场的检测，并进行临时线圈的消磁。总之，只有这艘船鸣笛说声好，那些大型舰船才会行驶得更安心。地球是有磁场的，钢铁材质的舰艇在地磁场中运动，会产生磁场，而一些探测设备和装有磁引性的水下武器，如水雷，会据此对舰艇实施探测和攻击。我船的使命任务就是通过消磁作业，降低舰艇的磁场，减小被探测和攻击的几率。这是保障舰艇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我身旁的这个泊位非常的宽阔，但是从年前到现在，它的主人都没有回港靠泊，因为他出了一个长差，到现在还在护航的征程上。这已经是他第9次参与护航的任务了。舷号887，人民海军的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它的航迹遍及3大洋，先后出访了20余个国家，也创造了参与护航任务最多、航程最远、海上补给次数最多的20多项记录。如今，他的每一次出航都在刷新着记录，他要超越的就是他自己。好，刚才我们一起打卡了5艘舰船，每艘舰船呢都有它的核心竞争力和特色使命任务。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第6艘。海军友爱船舷号是861，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新型医疗船，满载的排水量4000多吨，可以搭载救护型直升机。
船上还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有床位100多张，配备了 CT、彩超等医疗设备，具备同时展开多台大型手术的能力。平时呢，主要承担南海方向海岛军民医疗巡诊服务的任务，战时可以承担海上伤病员的医疗救护任务。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林泉就在友爱船上，听说呢，今天船上还有特别的安排，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林泉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吧。好的，罗旭，现在我就在被称为海上流动医院的友爱船03甲板的位置啊。来看我脚下这样一个巨大的红十字，是它最好的自我介绍。这就是友爱船作为医院船的使命任务。进入船舱以前，先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友爱船在这个码头的靠泊方式。上一条节目当中，各位可能已经看到了啊，勤务船大队他们所有的船舶靠码头是有2个特点，第一个是全部尾靠码头，第二个是每2艘船之间这个停靠的间隙啊是非常窄的。那你可以想象，当他出海执行完任务归来的时候，对于倒船入库，这个是有挺多的难度啊。因为首先它跟我们开车不一样，一个方向盘就转过来了，是吧？那船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这个后舵在有发动机，两边还有侧推呢，是分开要操作的。第二个，跟我们开车也不一样，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一脚刹车就踩死了，但是我们这个船在靠泊的时候，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有惯性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操舵员的操作，这个是有极高的技术要求。那为什么要这样来停靠呢？我也专门来询问了，有2个理由。第一个，这样尾靠的话，任务来临时出动更加的快捷；第二个，很简单，这样停靠效率更高，能停更多的船。怎么样？这个理由是不是应该点个赞啊？我们的这个友爱船是有多层连续的甲板，我们站的位置啊是03甲板，再往前的01甲板也是直升机甲板。今天上午在那里也进行了一个特别的比武和比拼的活动，我们也在现场做了一番记录。那马上呢，您看完视频以后，我将会赶到下一个直播点，在那里面等您，有今天我们的特别安排。好，先来看我们今天上午的记录吧。今天上午，海军友爱船官兵们开展了医疗救护比武，8名参赛队员抽取到不同伤员线索，根据伤员受伤情况进行伤情判断，短时间内完成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科目。患者无起伏，外部胸口无起伏。在战场急救技能考核中，其按压位置、深度、频率等重要考核指标都能在屏幕上实时呈现，考核评判更为精准。小盒子主要监测我们船员在按压心肺复苏的时候，监测他们的按的质量和按压的深度，还有吹气的量。跟陆地相比的话，海况不好的时候，按压的可能船况的摇摆，还有船上的空间比较窄小，不利于更好的安全按压。我们船员每个必须都要会这个科目。战士们这会儿在比拼的科目叫做伤员转运，这里模拟的场景是当直升机搭载着伤员抵达这一层甲板以后呢，战士们要迅速的出动，在原地对一些受伤的战士进行简单的检查，包括包扎，然后将会连人带担架通过这样的转运车把这些伤员送到各个科室，交由医生们来检查处理。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船舱内部了，这是一个02甲板的位置啊。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友爱船是我们海上流动医院，它可以达到2级甲等医院的这个水准，这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些科室的设置。比如说02甲板里面，这里面就有内科、外科、儿科、耳鼻喉科，包括01甲板里面是有手术室、CT 室各种检测的这个分区，跟医院里面是很相近的。那在船上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安排呢？来，主题这边就写了关爱军属，情暖兵心，是我们南部战区海军第2医院的一个医疗送诊的活动。就是因为开年了，包括我们很多家属都在部队里面来探亲陪同过年，给他们来做一做体检。我们南部战区海军第2医院呢，就是我们的医护力量，也是我们友爱船的医护力量。咱们平时是在医院里面各自有岗位的，战时一声号令就会跟随我们的医院船来出动执行任务。今天的体检在我旁边呢，这边就是一个基础的检测，包括我们的身高、体重还有血压，在这边来测量。好，再来看我的右手边，这是检验室，包括血液样本啊，一些医学样品是在这里面来做检测。来，我们往前走。
前面我们的很多战士们已经在排队了啊，因为今天上午、下午都有一些检测，中午大家都没有休息。这边是我们的医生正在给家属在做这个耳鼻喉科的检测。好，我们来往前走，这是我们的02甲板，包括下一层甲板，也有很多人中午都在排队呢啊。这边是我们的挂号处，在这边领取个人的这个资料啊。这边很多战友在排队。哎，我看你们这个上面挂钩的是已经检测过的是吧？对，已经检测。那其他还得等一会儿啊。对，还得等一会儿。好，来看这边是我们的内科、外科和儿科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好，打扰一下。啊，这会儿呢，我们的医生也正在跟我们的战友们交流啊。检查完了以后，这边可以来看看检查的这个结果。啊，这边有小朋友。你好，小朋友。他多大了？差1天满6个月。差1天满6个月啊，半岁了。是的。嫂子从哪边过来的？江西。从江西啊。爸爸平常抱宝宝少吧？是啊。过年期间多抱一抱。好的。好可爱，好可爱啊！啊，这边也是小朋友在排队啊，正在做检查呢。这是几个科室是在一起的，我们再往前方一定给您着重介绍啊。这是我们的中医理疗科，在船上面中医理疗科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到里面看一看。打扰啦，大家。来，这边我们是第一个科目，这是电子针灸，就不用扎针了，贴片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这边有规律的听到这个冲击的声音，是叫体外冲击波治疗仪，这是我们的军嫂啊。这边还有红外治疗啊，这2个可以双管齐下啊。这边家属在带着小朋友在陪同等待啊。来，要着重给您介绍这个。在我们的海军的舰船上面拔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因为我们知道舰船，我们战士们平常出海时间很长，都说中医里面这个是湿气比较重啊，所以这个在船上面特别火，平常都是要排队的。那在这边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2位也要给我们采访一下啊。嫂子，哎，你好。嫂子，你们从哪儿来？我是从湖北来的。从湖北来。对。在部队里面过这个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年能来部队和他一起过年，很开心。然后在这个大家庭也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然后今天还能跟战友们一起参加体检，作为军属，我感觉非常幸福和自豪。来，让战友跟我们说2句。今天过年能跟家属在一起，肯定非常的快乐幸福。也感谢战友的付出，让我们有了温暖的不一样的体检体验。好嘞，也给你们送上迟到的新年祝福，请坐，请坐啊！好，这是我们在02甲板、01甲板，还有很多战友也在这个等待体检。我们说在人民海军的编制序列当中啊，除了我们的友爱船，还有一个姊妹船就是友好船，还有他们共同的好大哥就是非常著名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他们都是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卫行力量当中的中流砥柱，这2天在这儿啊，除了我看到今天的整个体检的过程，包括昨天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我们是跟随这艘船然后出海，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训练，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记录。来看我们昨天的现场实录。这天上午，我们随船出海，突然听到船上警铃大作，紧接着驾驶室里就发出了此起彼伏的训练指示。紧急自然调度所上级通报，我值班舰艇遭敌袭击，多人落水失踪。自由船立即前出搜救。前方发现落水人员，背面左舷钢索艇。现在我们从这个旁边的水面上面已经看到了需要救援的甲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3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马上呢，我们身后是要放下这样一个救援的小艇，我们要跟随参与救援的战士们一起到下面来见证他们整个的救援的过程。开始离开了这个船上面，开始往下再伸出来整个的这个吊臂啊。现在我们是一个完全悬空的状态，是吧？我们离水面的高度有多少啊？10多米吧，有10多米高啊。好，现在已经开始往下下了。这个下的过程还是比较平缓的。从吊机启动到小艇平稳地落到水面，各站位配合默契娴熟。几乎就在小艇落水同时，驾驶员就加大了油门驶向落水人员。因为我们看到需要救援的人员，可能是有一些海风加上海浪吹得也比较厉害，离我们距离挺远的。所以说，真的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救援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稍微慢一些，就可能不知道人员会被浪带到什么地方。
驾驶员熟练操纵小艇抵达事发海域，停在落水人员身旁。几名战士用专用工具将落水假人轻轻地勾到船边，再合力救起。吸了水的假人重量在160斤以上，就是为了模拟真人落水并不具备主动行为能力的状态。那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员是有一些轻伤、受伤这样子的话，在艇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么救治吗？对，我们上面如果说出血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止血包扎带，然后先给它止个血，然后在伤口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布料，然后简单进行一个简单的包扎。我看你身上装的有很多啊，这些都是什么？就比如这个是止血哦，止血的这个绷带，啊，然后再一些这些注射器啊，比如说肾上腺素，比如说休克，或再给它注射一个盐酸肾上腺素。哦。随后，小艇驶向船尾，那里救援人员已经在等待，大家合力将落水人员转运至友爱船，根据伤情进行救治。两艘船都在行进过程中，小艇既要保证尽可能近距离的并靠挂钩，又要严防大船刮蹭造成安全风险。友爱船作为南部战区海军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就是要练就综合全面的救援能力。除了小艇救生、直升机救援、大船营救、舷靠救援以及伤病员的转运后送，都是日常训练必备科目。围绕医疗救护核心能力生成，我们经常性的开展心肺复苏、战救包扎、伤病员转运以及海上人员搜救等一系列的医疗救护能力训练，使我们的医疗救治更加的顺畅、及时、快速、准确。